2025年6月13日凌晨，伊朗各地传来爆炸声。以色列发动自1981年建立奔袭伊拉克以来最大规模的越境军事打击行动，超过200架战机空袭伊朗。考虑到伊朗的实力，以色列预计要打14天才能彻底打服伊朗。美国也派遣加油机与航母支援以色列。然而仅仅过去4天，伊朗就怂了，甚至在首次行动期间，以军数十架战机就能在德黑兰上空盘旋2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就已经瘫痪。有人说这是因为伊朗空军实力太弱，也有人说伊朗的防空系统不行。实际上，在这场行动中，摩萨德才是最大的功臣。或许摩萨德自己也没想到，他们会再次震惊世界。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多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空袭，核心战略目标就是消除伊朗核威慑与导弹威胁，目前正迈向最终胜利。首次行动后，以军就摧毁了伊朗数个核设施和导弹基地，伊朗20多名军队高层以及多名高级核科学家阵亡。等到6月1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已经掌握德黑兰领空，并向德黑兰市民发出立即撤退的紧急通告。就实际作战情况来看，最初行动时，以色列空军凭借 F-35I 等战机干扰伊朗雷达，并迅速摧毁德黑兰周边的防空设施以及伊朗空军基地。F-14还没起飞就被干掉了。在一系列的举动下，以军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局部制空权。从这点来看，内塔尼亚胡说的没错，现在的以色列不是掌握伊朗制空权优势，而是完全夺取了伊朗的制空权。也正因如此，伊朗的机场、核设施、指挥中心、情报中心、导弹仓库等目标都被炸了，并且有视频为证。相比之下，伊朗这边却是谣言漫天飞，多次声称击落了 F-35I， 但除了 AI 制作的 F-35I 残骸之外，什么都没有。可以说，对于以色列空军而言，伊朗已经被速通了，想炸什么炸什么。也不光是以色列，其他国家也可以，只要有3代机、4代机就行。这就很难理解了，如果在黎巴嫩身上出现这种情况，火力军还觉得没问题。珍珠党实在是太穷了，正经的防空雷达基本没有。他们应对空袭的方法很简单，跑，打不过就跑，不丢人，只要打不死自己，后面就能再打回来。但伊朗不一样，号称地区大国，美国都能碰一碰，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军工产业。在2024年的时候，伊朗参谋长说了这么一句话：伊朗国产武器完全满足自身需求，我们和其他地区国家能够保证地区安全，不需要其他国家从万里之外介入。结果呢，以色列一顿疯狂输出，给伊朗炸懵了。那么伊朗的防空系统去哪儿了？以军之所以可以随意轰炸伊朗，最大的功臣应该是摩萨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针对伊朗核设施和导弹计划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已经筹划很多年了。在此期间，摩萨德特工提前潜入伊朗，将伊朗防空系统的关键情报摸得一清二楚。在以军轰炸伊朗时，摩萨德特工则从伊朗内部打击伊朗防空系统。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袭击伊朗之前，以色列就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利用手提箱、商用卡车和集装箱走私了数百架无人机以及配套的弹药，并在伊朗防空设施和导弹发射场附近建立了一个据点。以此为中心，摩萨德将无人机和反装甲导弹部署到了伊朗各地，基地都建在家里了，伊朗还没发现，这仗根本打不了。当以色列空军发动空袭时，摩萨德特工便使用无人机对伊朗的防空系统发动攻击，摧毁了伊朗数十台雷达和防空导弹发射器。为了进一步提升打击效果，以色列还把搭载武器系统的车辆走私到伊朗境内，并摧毁指定的目标。乌克兰也使用过类似的战术，将无人机藏在集装箱顶部偷运到俄罗斯，之后攻击俄空天军的战略轰炸机。只不过以色列干得更专业，在伊朗中部的防空设施附近，摩萨德特工甚至还部署了导弹，直接一发入魂。以空军在发动空袭的时候，战机还携带了大量的电子战设备以及反辐射导弹，压制并摧毁伊朗防空。除了摧毁伊朗防空系统，在打击伊朗军事高层时，摩萨德也出了不少力，收集了不少有关伊朗高级国防官员的情报，并且根据以色列高管透露的消息，摩萨德发展的内线欺骗了伊朗高层，伪造通知开会的消息，将他们聚集到一起，随后以军对指挥中心进行定点打击。这个消息很离谱，这就相当于乌俄打了半天，发现格拉西莫夫是乌克兰的人。首先，想要掌握众多高管的信息并伪造通知开会，也就证明这位内线身处高位，至少是将军级别的存在。其次，以军战机从本土出发攻击伊朗，距离超过1800公里，至少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德黑兰。伊朗那么多高管，相互交流一下信息，可能就会发现这次会议是假的。
这也就意味着这次会议不能持续太长时间，所以只有会议刚刚开始的阶段，以军战机就来到德黑兰，才能保证全部参与者阵亡。时间精确，能量大，这就证明了这个内线的能力。这一系列操作也就证明了摩萨德的能力。摩萨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摩萨德全称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从名字看就知道原因了。虽然从21世纪初，摩萨德就开始在官网上招募人员，并在报刊上刊登招聘广告，但是根本招不到很多成员，条件太苛刻了。首先就是必须会阿拉伯语，最好在以军服役过，特种部队老兵和军官是首选。通过首轮考核后，候选者就需要接受为期数月的测试，其中包括心理测试和背景调查，对10岁以后交到的朋友都要进行了解。如果发现有什么意外情况，那就是不合格。经过层层选拔之后，还要进行试训。摩萨德会赋予他们一个新身份，并让他们执行一个外人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在15分钟内获得一个陌生人的名字、地址、银行卡号以及父母名字等信息。到最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考核，成为摩萨德特工。成为摩萨德特工之后，不仅要熟练驾驶各种民用客机、战斗机、装甲车、反坦克武器与水面舰艇也要精通，各种枪支、火炮自然也不在话下。可以说，在军事领域，除了用不到的潜艇，其他的都要会，堪称全能战士。严格的招募条件、强大的战斗能力，决定了摩萨德辉煌的战绩。在5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之所以占尽优势，越打越强，摩萨德功不可没，眼线遍布对方高层。20世纪50年代，摩萨德又搞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布后震惊全球。不过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摩萨德特工科恩，在叙利亚当间谍，差点成为叙利亚的国防部长。6日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消息，以军仅花了几个小时就拿下了戈兰高地。1966年，摩萨德从伊拉克偷走米格21，还组织突击队奔袭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成功解救100多人，自己只损失了1人。在本次的伊以战争中，摩萨德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使得以色列空军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取德黑兰制空权，为后续的空袭打下基础。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伊朗之所以靠不住，也有自己的问题。开头我们就说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之所以瘫痪，有人认为是空军实力太弱，防空系统不行，这2点也没有错。面对以色列空袭的袭击，伊朗没有拿得出手的现代化战机。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从美国购买了一大批 F-14A， 只是后来闹掰了，配套零件断供，维修起来很难，加上年龄太大，无法应对高强度空战，说不定打着打着就散架了。后来伊朗又从俄罗斯进口早期版本的米格29，但是电子设备太落后了，同样打不了现代空战。再后来，随着联合国制裁，武器直接被禁运，战机这条路算是彻底被堵死了。直到乌俄战争爆发，伊朗拿无人机换俄罗斯的苏35。根据伊朗的说法，目前已经与俄罗斯达成购买苏35的协议，但至今尚未确认具体的交付时间和数量。这点也很正常，在乌俄战争的当下，俄罗斯没有精力去给伊朗搞战机。之前印度送到原厂升级的 T90 都被俄罗斯直接征用了，伊朗的苏35想都不用想。空军不行，那就依靠陆基防空，结果却是防空系统的数量挺多，但性能稍微有些拉胯。伊朗的武装力量分为2部分，伊朗国防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其防空部队也分为2部分，分别是伊朗国防军独立的防空军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空天军下属的防空部队，2支部队都是独立的指挥体系。不过伊朗防空部队的主力还是国防军下属的防空军，主要装备俄制 S-200、S-300、PMU-2 以及伊朗自制的巴瓦尔373，此外还有美制霍克以及自制的梅尔萨德系统。防空导弹的型号挺多，但性能一般。自2010年6月伊朗核危机导致的武器禁运生效以来，就没办法继续进口国外先进武器，只能自力更生，山寨别人家的防空系统，通过改进霍克系统的雷达、更新指挥机构等操作，伊朗研制出了梅尔萨德防空导弹系统，还以标准1为基础研发出霍尔达德系统。早期型号使用猎人1，目前已经推出猎人2、猎人3防空导弹，这是伊朗中程防空导弹的半壁江山。伊朗的远程防空系统则变成了俄制防空系统的血脉。2015年，伊朗和俄罗斯签署合同，采购4个营的 S-300、PMU-2 防空系统。伊朗就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标准1导弹的逆向研究，研制出外表神似标准1、射程200公里以上的猎人4防空导弹，并将其配备给2019年亮相的巴瓦尔373。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实力相对偏弱，没有远程防空系统，技术主要来自山毛榉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末，伊朗就从叙利亚引进了萨姆6，
并以此仿制出第一代雷霆防空系统。当前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中，最具代表性、性能最好的防空系统，就是最大作战距离超过105公里的3月3日中远程防空系统。就实力来看，从山寨货客、标准、山毛榉到自主研发防空导弹，伊朗当前的防空系统的确可以自给自足，唯一的问题就是性能拉胯。那些自研的国产系统性能不超过 S300， 而且伊朗的防空系统就是一个大杂烩，指挥系统的数字化水平很低。伊朗纳兹坦核设施周边的防空系统就处于鱼龙混杂的状态，有俄制道尔自研的霍尔达德15，还有苏联时期的雷达。实际作战时，这几种防空系统各玩各的，协同作战不存在。在 F-35I 面前，纳坦兹核设施的命运早已注定。没有战斗机保卫天空，陆基防空系统只能被动挨打，偏偏性能还不好，那伊朗就只能听天由命。唯一的手段就是对等威慑，向以色列本土发动袭击。只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当前一夜之间的局势来看，伊朗已经躺平了，挨打就挨打，没办法。伊朗的海军总部、司法部大楼、情报部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部、德黑兰郊外的山体洞库基地等，都遭到以色列空军的猛烈轰炸。伊朗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动新攻势，不管能不能起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怪不得伊朗会认怂。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还能撑多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